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厚之，大家好。好，那如果你算时间的话，你觉得到7月20要投票，你看这日子还有19天，但是告诉你，所有攸关各阵营之间的气势，譬如说那造势的场合活动有多少人，不管你是要扫街车队或是办场子，所有这些，那只剩下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只剩下12、13。然后再来就到了20了 ，OK？ 那算一算，只剩这2个礼拜，而从这个礼拜，包括7月5号啊、6号这2天，再加上有一个台风来，所以日子又少了一点。可是你从这过程当中，各阵营之间所摆出来的气势，你看到了什么吗？那从这个气势，你可以推断得到7月26号又会是什么一个场景呢？有可能是有选举，不管你叫选举叫罢免的，拼的就是一个气势，要把所有的人的士气能够激出来。来，冠廷是7月5号。包括霸团、包括绿营、包括蓝营，大家各自有一些的造势，你们怎么评估？7月5号、7月6号这2天哦，可以说是黄金周了，因为离大罢免只剩下20天，所以老实讲，大家都有活动。那首先第一个我要先讲啊，就是国民党老实讲，本来很期待的是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面这一场，那现场的椅子呢摆出了3000张。老实说，后来现场的人数应该是低于本来的预期啦哈。这个是后来媒体看到的相关的画面，就是摆3000张椅子。那据媒体报道，现场大概是1000人。不过我要平衡一下啦，因为据那个现场的主持人台北市议员李明贤说，没有，你们都只拍前面，我们后面那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有人。但其实老实讲，就算前面满满的，算一算大概还是比本来预期有落差啦。那这个点我特别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了解国民党现在的讲法是说，那一天选择在下午3点钟办，是因为为了要配合很多县市首长的时间。是那一天包含朱立伦、黄国昌、蒋万安、侯友宜、张善政、赵少康，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精锐进出。黄国昌的那个人气王黄国昌也到，那人应该是要很多的。为什么人会变少？哦，我要先定调一下，就是说。人少这件事情，不是我讲的，因为戴喜清跟赵少康都有对人少这件事情做解读。我先讲。台北市代理主委是台北市的议长戴喜清说，这一场人少的原因是他认为是因为黄旅锦伦被压了，黄旅被压了，所以动员能量受挫。这个我有点听不下去，因为老实讲，哪一个台湾的政党或县市动员的主力是靠县市党部，动员的主力一定都是立委给我调阿卡来，议员给我调阿卡来啊，县市党部最后用补的，我们还是差哪一块？那你可能动员百工百业，动员不同的职业别，你自己可以跟你友好的团体，怎么会变成主力是党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赵少康啊。赵少康被问到说，怎么人比想象中少？那赵少康也承认这件事嘛，他说是天气热，这我就特别要讲，这个是实话，怎么会有一个政党的主要活动办在6的下午的3点钟？那刚刚我提了嘛，就他们的讲法说，为了要瞧县市首长的时间，这个我也有一点意见哈。虽然是他党事务，可是就如果这个是对国民党很重要的活动，县市首长怎么会大家都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而只能瞧到下午这个烂时段。我们都知道嘛，一个造势活动好的时段，早上或晚上。早上一早比较不会这么热，那一早大家一早出门，无论是游览车、捷运出去，那或者是晚上晚会，选在这个时段就是注定会有一些阻碍嘛。那后来赵少康就是安慰自己，然后就是讲说，不过这不是坏事，那个让党内更紧张，选举怕松懈所以紧张比不紧张放心都还好。所以完蛋了，我们大家搞政治的听到这句话我就吓到了。赵少康这句话发出一个讯号，人少比较好，人少会让大家紧张。那请问国民党接下去活动怎么办？要越来越少。不是啊，那赵少康觉得人少好啊，他讲的人数受影响不是坏事，让党内更紧张。那以后是不是那个听赵少康大家就不要去？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他希望激发，对了，他希望激发那个危机意识啊，对啊。可是我口径可不可以一致啊？这几天国民党的几个议员在节目上面的讲法多，没有人没有很少，明明就很多。说你们都造谣，都拍那个还没开始画面，这到底是人多还是人少？你们统一口径跟大家讲一下嘛，这个我先评完国民党的事情，再来讲啊，实际上6日2天，霸团跟民进党可以说是分进合击我先讲王一川那一场，王一川在桃园，因为在礼拜6的时候，他就想要复制当时去年的那个川流不息嘛，然后他这次是讲机车队。那我先讲摩托车队这一次的人数啦，我们客观讲，现场除了集合了这个画面以外，大
到了刚骑出去到整个路径上面的沿路车是越来越多。我们后来有算，从开头到最后一台，因为后来有最后一台拆压嘛，大概是1公里。那人是真的很多的。那我讲事前因为王一川的赔上他个人的声誉嘛、信誉嘛。他这个其实，在事情他是很紧张的，他担心人会比想象中的来的少，因为大家也都自己在忙嘛。可是现场的人是多，我要讲动员人来是一件事，要有动力。动员人来骑摩托车，这没这么容易啊！你要大太阳，然后摩托车上面插旗帜，然后现场，然后我们如果认真去观察，那个现场就是所有骑着摩托车支持同意的活动，王一川号召这一场。老中青都有，有年轻人也有长辈那长辈骑我有点紧张，就是大概车队，可是大家就很努力在那边骑，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热情。第二个我要谈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热情度还是有差。我本来以为在过去这1、2周，国民党朝向比较就是激烈的方式，你看到徐小新遇到有人呛大罢免大成功，他是直接回呛大罢免大失败。叶元之在赛事场遇到不支持他的，他就直接就讲说，你看为什么为了罢免我不罢免赖清德，就是采取强硬的策略。我本来的想象是，那国民党的热情度应该会拉起来。可是国民党的热情度，如果以这一场，我就以这一场为例，感觉拉起来有限。那支持罢免的这个，我在讲，如果王一川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是热的。那第三个讲公民，就是同样的在晚上，就曹兴诚他们发动了这个公民的晚会，人数现在看起来是1、2千的，就是那个画面是满的。他们的热情感觉也没有因此减少。这个是我们看到活动的部分。最后一个我要分享因为我这个6日我也去了，就是花莲，我自己现身的我自己说法就是我自己的观察跟1年前的改变。1年前我也有去花莲辅选立委跟总统，1年后我现在是去支援罢免傅崐萁的活动，同样的街头，同样的车少，路上挥手跟比赞的比例比1年前选总统还要多，这是远超过我想象的。就是我本来以为就是罢免，因为以现在民调各方面，我会觉得好像支持的群众好像没有到什么大选这么多，可是那现场是非常明确，就是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来得好。那我觉得接下去就是看这2个多礼拜，大家怎么样把支持者给寄出来。OK， 如果讲假日的话，大概就只剩下接下来这2个礼拜，接下来就要投票了。那当然你说林涛，你现场看的人数当然不代表最后投票的那一天，可是大家就讲选举嘛。罢免算选举的其中一环好了，气势重要。所以从这一次你们那个活动，因为媒体你一定看到媒体上有很多的形容词，就是从426不是有吹出当时现场号称25万人，那个也是个下午，从那时候开始就往下。为什么这时候连个椅子都坐不满？虽然你看到有一些国民党议员刚才有提到说没有，你们都是讲前面，可是以刚才冠廷所讲的，他们那个包括王一川的车队你刚好是桃园市议员，那他们讲那个车队跟你们的这个活动各方面比，你们会怎么样评论这？所以5哥，我觉得这要从2个层次来看。第一个要看到底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其实就这个台北市7月5号那一场，确实前面在暖场的时候，大家椅子还陆续进来。OK。可是如果有到现场在中断之后的，那椅子真的是坐满了状况。所以大家知道嘛，办造势大家都知道，前面大家一定在暖场的时候陆续来。只有一种是你直接游览车一台一台到的，然后你全部都坐满。可事实上不是嘛，在台北在426那一场，我们同事给大家做捷运大众工具，然后陆续来。有的确实现场比较热，就天气比较热，稍微晚了一点，我觉得都合理的。到最后真的是坐满，所以你可以看到嘛，我也不会说这个护国大绕境，我也不会跟大家讲说，哎呀，他从头到尾就6台欧斗派，我也不会这样讲嘛。有你刚刚讲了，对，不是因为他说连照片都弄出来，他总共有500台嘛，就你总是到某些路段有多有少。那花莲，你那个我不会说全部都是6台嘛，那个是花莲，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桃园，这花莲，对，不管就全国大绕境嘛，它是全国到每个地方嘛，我也不会说全国大绕境就是6台欧斗派。所以这是一样的概念。如果7月5号你要讲我前面，那我也可以在这个讲你只有6台欧斗派，不是500台。所以我就一样的，这是看这个细节。第二个部分必须讲因为我们在426那时候就是一场，就全台湾一场，就在凯道。可是呢，接下来从7月5号、7月12号在台中，7月19号在新北，7月20号在桃园。
它是大家各自集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3000，那边1万，这边2万，这边3万，本来就是一个各区域针对他们立委集体把这个人吹出来，各区域的吹票的举措。所以我觉得现在讲的第一层我已经讲完，就是人数的实际状况，真的不是像某些截取片段。第二个气势啦，我必须讲真正影响气势的，刚才冠廷也讲嘛。他说：“现在民调看起来好像不同意的罢免的气势是高于同意的罢免，那为什么？加上今天总统府刚才宣布接下来的赖总统第5讲之后再说，就目前没有公布日期，遥遥无期。目前听起来感觉是这样，会不会是曹兴诚一句他10讲离题了，而他鸣金收兵？”那整体的气势会有影响嘛？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现在每一个人在办造势，可是真的不要像这种本来团结10讲要来把气势整个造起来的，结果到最后中断，到最后当然很多变数，包括今天要公布的美国关税的意向，有可能公布，有可能不公布，就看它的数字。但是这个意向就会影响接下来3个礼拜，所以我觉得啦，对于蓝绿阵营、对于反霸跟恶霸的团体来讲，最后3个礼拜还是最后一刻，能够把不同意的票走到投开票所开，那才是真的。最后3个礼拜还是最后一刻，能够把不同意的票走到投开票所开，那才是真的。林涛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黄旅被收押这些，对于你们整个，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造势，因为戴主委是讲说那个过程，这些党工的收押，某种程度对动员确实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个影响只是在动员看到现场的影响吗？包不包括可能会影响到，因为投开票投票也需要动员啊，你们需要所有的人，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或什么，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催所有的民众热情的动力？包括黄旅被收押，包括那个伪造联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黄旅、景如他这个党部主委被收押这件事情，绝对是双面刃，对于整个的罢免的事态，因为一来。对于他们是双面人，因为一来大家会觉得说，他这个动员或是接下来投票没办法，因为他最了解台北市每一区，他如数家珍，哪个里长是谁，然后哪边是票仓，能够用什么方式推出来。黄旅是最有经验的人，可是我觉得从动员造势到投票，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大家其实心里是气的你怎么可以把黄旅到现在已经起诉了？还羁押，你的羁押理由是什么？我觉得那股气对台北市熟悉黄旅的人，或是觉得就是说一个75岁的，那这样子针对这些诈骗案也好，针对其他的这些死亡案件，然后他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到现在是延续羁押，我觉得这真的是双面刃，因为到最后有没有可能台北市的市民他觉得 too over 了，你太多了，那到最后出来支持黄旅？OK， 那个。林涛因为是国民党战将我们大家不要中了他的计。他刚才很希望那个赖总统啊，这个6日这个第5讲就可以讲。我跟大家讲本来赖总统第5讲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就是周末。周末发生什么事？台风来啊。那总统如果没取消，林涛会在这里大骂赖清德，我保证会。林右昌秘书长只是礼拜6、礼拜5到那个花莲去，吴宗宪跳出来林右昌秘书长，你们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大罢免啊？没想到同时间卢秀燕在北部助选。骂党职不骂公职，结果赖总统因为台风来取消。联合报来问啊，赖总统府发言人讲很清楚啊，他说我们就是等那个台风救灾完，我们会安排，安排会跟大家公布。你们在急什么？这么想听赖总统讲那个演说，我们等一下公布，你们就知道什么时候会赞助。好了，谢谢了，谢谢了。这个那个找我赞助，就会办嘛，我们会继续办，你们不用紧张。真的吗？对，会办。第2点，那个花莲的部分啊，我特别要提一下，就是。刚刚林涛拿那张图啊，你们就不去提7月4号那个公民团体启动的那一天在花莲现场徒步扫街，那个数百人远远超过本来预期的想象。7月5号是什么状况？你拿那个图，那是我跟吴峥去站战车，然后从花莲往台东的路上，那个一堆的那个乡村都是那个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你就拍说只有6台，你知道为什么只有6台吗？那个的前一个路口。那个红绿灯好几十台被挡在那边，你们再等个3分钟往后面拉好不好？那后面就几十台全部涌过来了，这我要讲。这个第3个我要提回羁押的部分
林涛对黄宇景如被羁押很打抱不平，你基于国民党同志，我尊重，可是这是不对的。你有没有认真去想一件事情？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新北市党部各个党部，几十个党工都认罪，几十个志工都不认罪，都认罪啊！不认罪的人现在被压，你现在反而想说啊，我为什么他们还要压他们啊？如果你可以不认罪，那要那些认罪的人情何以堪？我们就承认有错了嘛。那你可不可以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谁交代的？谁交办的？有没有任何的外力介入？讲清楚，那一切依法，不要再去操作司法。OK， 我简单回应哈，这个刚才冠廷讲说，接下来一定会有第5奖，我们真的很期待，而且我们已经喊了很多次要冠名赞助了，我们也没有说，我也没有说什么他一定要在那一天办，我们只是期待说可不可以，譬如说也可以把外交变成关税经济先讲啊，大家关心的议题先讲嘛，但是一定要办下去哦，不能第5奖是在7月26号之后，我们会这个国人会很生气哦。第二件事情哦，刚才冠廷提醒我，以后直播要后面这个红绿灯结束再解读，好，6台加6台 OK 啦，12台也 OK 啦。那花，我回应一下，不是，就你知道很夸张。我们前面在你叫我红绿灯，我们在谈桃园，然后你跟我讲花莲，不是机车集合就是桃园嘛？那天机车大集合在桃园，然后你讲个花莲那天没有机车绕境。那天是我跟吴峥在那边坐那个吉普车挥手，后面就有好几十台摩托车。你要说卓安廷的人气很赞啊，对不对？怎么会说没有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场大家都可以去挑人少的，去挑人多的。它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社群的操作，但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一个，就是大家去投票才是真的。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说时间不等人，好不好？就只剩下这2个周末周日，然后中间过程，那周日你说周间呢，大家各自办一届的活动，但任俊你看到国民党在这次的几个活动里头，几乎每一场都会请到的重要的一个人物黄国昌主席。那也摆明了，黄国昌除了带像他们的议员到场，也直接讲他们一定会跟国民党上台北，那这5席的立委一定会并肩作战，同时还讲说绝对要保住这些所有，意思就是白银全部都聊了。就是这个样，可是你当然也有人讲说黄国昌这个当然只赚不赢，因为不管怎么样，投票完你也不知道到底白银的小草投了多少或什么。可是某种程度，光前面这样一个宣誓，对蓝营来讲就很受用啊。这个难道国民党要黄国昌开一个保证书吗？但没有办法统计啊，所以这时候黄国昌愿意，基本上就已经很棒了。你还记得当时大家在看这个，不管是426。或者是那个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那个花园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讲说，民众党是派代表啊，没有黄国昌啊，在那之前，黄国昌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造势场合里面，甚至连国民党开始做什么白场，现在做到白场了没有？白场做白场那白场开始的第一场，第一场也不知道到底是新北还是怎样，反正 anyway 就在新北嘛，民众党还在旁边搞了一个场子，因为国民党在板东，他们就在板西。所以黄国昌现在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不能够缺少的人物啊。即使多数人，我想心里都有数，那是一张空头支票。你怎么去验证说他是？我讲更简单一点啊，黄国昌下了一个动员令，要求他的党员大家要出来支持。请问你分得出来哪一张票是谁吗？没有嘛。他真正要回来看的其实是 OK 啊，你说下动员令，那你的议员，你在地方上面怎么跑？因为这整件事情最简单嘛，你议员办的都有帮忙协助办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地方不会不知道嘛。高度指标区港湖，看这区嘛，因为最简单嘛，因为陈佑成过往是看起来是在蓝白河里面是唱反调的那个嘛。也不是啦，他就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叫国民党应该要展现更多的态度。因为在港湖这一区里面，黄珊珊一定有他的实力在，然后陈佑成又是这个地区，然后是他们的议员，是，所以如果要力挺的话，显然在这一区开出来的票，后面就可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是啊，你李彦秀如果今天获得民众党高度的支持，而且完全都有动员的话，理论上面来讲，李彦秀的票应该会开得不错。那其他地区我不敢讲嘛，因为比如说像这个中山，那中山你本来这个林珍宇在那边，他本来就有在帮国民党的。那所以我讲就是说几个地区大家其实可以算出来。那你至于民众党其他的，他搞不好那些党员他的选区也没有要罢免的人啊。国民党推动罢免也都没成功啊，所以你怎么去验证？民众党自己过去说他们要推出什么扫除绿卫兵。也没有民众党自己出来办成功的活动啊，也都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国民党来讲，当然对于黄国昌来说，好想尽办法把他捧为上宾。黄国昌也会做人啊。他看到这个韩国瑜的时候，对不对？一开始前面受访的时候，一下法务部，一下什么的，突然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有转变的这么的快啦。等一下，那任俊既然讲到这，让观众们先看一下，因为这2天那个三国的吕布，我相信很多人又回头去看了三国，然后打电动玩具的也回头去打一下电动玩具，好吧？就是因为初次包括韩委院长，然后跟黄国昌主席这一段 ，OK， 来让你看一下。大家相互 cover， 相互支援。哎，院长来了，先让院长受访。院长，来像我们黄国昌委员，这个人中吕布啊，马中吃兔啊，永远冲啊，从来不妥协的。其实公众人物的发言很容易就看得出来这个公众人物的品格跟他的高度。那相对于韩院长的发言刚刚您讲的那几位民主进步党的委员，他们的发言，我想高下立判，不值一评。OK 啊，黄国昌就是永远往正面看待嘛。但是他的正面都是只要对他自己是正面的，他永远正面看待嘛。其他的大家都是负面嘛那因为反正《三国志》大家也都玩过很多了听说最近大家这个如果还在玩，有想要玩三国的，要挑一下吕布了黄国昌当然很冲嘛，但有时候我们在看的有一个人有些动作不是冲的问题啦。我看到网络上开始有人整理对啊，黄国昌这个很厉害什么都一马当先。那他在政治上面到底成功了哪一些？待过的政党然后所说过的话、做过的言论，甚至有很多东西，那大家都可以评断不过你如果刚刚看那个韩国瑜跟黄国昌握手的那一段，因为我们只有截到就是黄国昌这样，然后韩国瑜就然后韩国瑜后面的那一段是韩国瑜立刻就进去了。那我就回来看黄国昌冲不冲我不敢讲但他最少有一件事情，他的历史翻页的很快。如果大家回来回顾当年韩国瑜被人家讲说杀10场的时候，黄国昌是怎么批评韩国瑜的？现在韩国瑜突然觉得哇，你看这就是院长的高度，这就是怎样？那请问你当时批评的东西在哪里？如果你没有你那个时候你也相信自己，还是你要跟馆长一样，对不起，我因为误信了谁，所以我就这样不知道嘛那也更不要再讲说黄国昌以前是怎么批评国民党的。那些批评的话语都还在那黄国昌现在也都翻页了，所以对于黄国昌来讲，我认为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国民党现在跟他这个我们只看到黄国昌跟韩国瑜打工座椅，对不对？那国民党看到黄国昌有些不也是这样吗？觉得有黄国昌在这边，我们好像吃了定心丸，好像就这样，我们就是蓝白大合作。但我就回来问，既然谈的叫做政治，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仁义道德，虽然仁义道德很重要，但看起来在台湾的政治里面，仁义道德有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不然就不会黄国昌以前骂，现在又在那边的这样子但我们就回来问嘛，对民众党他最务实的是，我今天帮了你。那你国民党后面怎么办？其实地方上面已经开始大家在谈了2026吗？因为很简单嘛，议员的多席次是不可能让的。因为很简单嘛，议员的多席次是不可能让的。我讲白一点是这样，议员多席是不可能让。你怎么让？就是各自推嘛。你问涛哥，你让不让？我觉得多席次是应该各自发挥了是吧？那就各自提各自的，大家也不用在总和上面谈一下嘛。多席次应该是就是大家会评估有可能出来的空位，但是一定是各自努力的，因为这个那单一的话就比民调，单一的话一定是尽量蓝白要合，那就比民调，对，就是用民调或是用协调的方式，大家一定要有一组人。问题就来了嘛。明年的选举，请问哪里有单一席次？就只有县市长就只有县市长嘛。按照国民党的逻辑，当年即使要礼让给民众党，都要派一个林耕仁出来送死，还要牺牲掉一个林耕仁，假装说我们国民党也有在选，然后大家跑去挺高虹安嘛。那我就问你，这个状况你要复制到明年吗？因为你多席次不可能让嘛。你说我今天议员这边国民党有5个，我说好没关系，我们让1席出来，这个我们不要足额提，我们就提4个人，摆明那个缺让出去，谁会愿意？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你国民党是不是接下来就会走到那个之前朱立伦所讲的，我县市首长一定要跟他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的从政的人来讲，他是不是能够接受？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呀。也就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县市首长的单一席次拿去跟，当然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刚刚讲的比民调嘛，比什么嘛，那这些东西老实说啊，国民党那些地方耕耘的那些人，他同不同意？那个对国民党来讲，未来一定会是纷争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好了，我们如果真的要这样讲，来，慧珍，你刚刚既然拿了那个照片，对不对？如果大家这几天都在讲三国，好吗？我们就来讲三国嘛。三国里面最好看的，通常就是哪一支部队被围困、坐困愁城的时候，突然东北方一声炮响，然后一支部队那个大旗一飘过来，这坐困愁城一看，援军到了，那通常都是这样。现在对蓝营来讲，好，蓝营也有蓝营的朋友自己在节目里面讲过，以国民党现在的气势，现实上就是需要白银。就是需要黄国昌，那没办法，单打独斗之下，你说那个，就算你说这有个3%、5%的小草，3%、5%在这次罢免选战里面，可能就会决生死啦。所以他们当然都会需要这些啊。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韩国瑜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黄国昌是民众党的政治明星，这两个人以前的恩怨，但眼下是不是大家真的一笑泯恩仇，不要再去想以前那些事了？现在所有的共同敌人，对，是卓冠廷。是民进党，是赖清德，是这样吗？那个韩国瑜哦，他在讲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前哦，还有一句话，他说一种米养百样人。嘿，所以我就不理解哈，就是那这个意思就多了哦，对不对？就是养百样人是什么意思哈？第二个，在孝武哥刚刚有特别讲到嘛，那是援军嘛，对不对？那问题是吕布以前他曾经是别人援军，但到最后都把他自己原本的主公都给干掉了，而且不是干掉一个，是干掉2个，然后甚至还要去投到曹操的麾下，是不是？后来曹操不用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讲援军，你用吕布来形容你这个援军，你不会自己错的吗？对不对？我今天如果你是我希望的援军，那代表说我某一种程度上，我可能是现在是有点类似是你要来解救我的意思，但到最后不是到最后这个人都会被干掉吗？所以你不觉得韩国瑜讲这个话是有意涵的吗？第三件事情，我不觉得，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什么？2019年12月4号，当时的黄国昌，他写那天站在西螺大通砂石场的旧址，我静静的看着自己，如此腐败的政治必须彻底扫荡干净。他讲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是韩国瑜在选总统，选那个市长，选市长还选总统？选总统，是在选总统的时间点，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跳出来阻止韩国瑜要选总统之路的人，而且他骂的不是只有韩国瑜，是连李嘉芬赢老杯都这会骂进去，这4、5年前的这个恩怨，你觉得韩国瑜有可能这么轻易就忘记吗？所以他讲的那一句“人中吕布”，我觉得意味很重啊，不是那么轻，而且还有再加上一种米养百样人，我觉得这句话，这2句话加在一起，韩国瑜肯定是对你昔日对他的指教点滴在心啊。第二，你看那个画面，你知道他是一开始先在骂民进党，现在骂赖清德。看到眼角一看到韩国瑜，而且还真的，他瞬间眼睛瞪大哦，好像看到那种快点给骂那就瞪大哦，然后之后马上而且要出国去之前还这样，让他先跑哇！你看有没有拍了一手？我跟你讲那个肢体动作那种兴奋，那一种开心掩不住人。我跟你讲，最重要是这一握几度。我就问你几度？腰好弯哦！我跟你说，还真的有那个读者去算角度吗？对，你知道几度？66度，就66度。我在台湾，我好像没有看过大家有这么弯的。日本有，因为我去日本买东西，我才买一些东西，他们就这样，我还就说千万不要这样，你会觉得太客气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动作那个感觉不是很寻常，然后还有他们2个在那边的时候，是那个他一把抓住他的手说：“来，院长受访，院长先受访。”韩国瑜说：“不用。”韩国瑜那个没有拍到，韩国瑜是他一直抓着他右手，我们来演示一下，
就是他抓着我右手来受访，我不要这样，我是这样子把他甩开的。就是好像在擒拿手一样，对，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整个的过程会让人家觉得，其实是韩国瑜是真的不想要，但是呢，就是那个这个黄国昌几度就是希望他来这边，然后来发表几个言辞，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举措之间，还有整出戏里面，其实就代表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黄国昌不仅打脸了昔日的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他眼里面，他觉得韩国瑜在这个时间点蓝白合作是他现在最大的利益，所以他可以为了这个最大的利益，连韩国瑜后来就上台去讲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这一段话，后来人家有来问黄国昌反映，你知道他就刚刚讲的那一段话什么公众人物、公众政治人物讲的那个高下立判。我没有看过唾面自干到这个地步的，然后给你 saving， 人家给你让给你 saving， 然后可能就是讲话有点吐口水一下，你还把它抹的哇，刚好我今天没有涂乳液的感觉，就是那一种的，我觉得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黄国昌可以做到这一步，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自己的记性不好，可是大家记得很清楚，而且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网络时代，在久以前的贴文都会被翻出来，所以只能说黄国昌腰有够弯然后呢眼中只有利益，其他的一切都放两旁。我因为讲到三国，太想补充了。我最近刚刚好在读那个1930年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叫周大荒，他是跟了很多个北洋军阀，跟了3个军阀，他写的一本书叫《反三国志》，很有趣。他就是从那个徐庶离开刘备开始，然后全部反写，就是你想象中就是刘备一统天下。就后面全部是幻想，可是好看，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蜀汉梦。小时候为什么要谈？因为三国对于多数的台湾的男性是共同的回忆，尤其韩国瑜这么爱看武侠小说，这么爱看这种历史小说的人，他会用吕布，包括每一个那个用哪个人物都是有个评价。我今天假如要称赞林涛，说假如他是谋士，我讲说他是诸葛亮荀彧郭嘉，代表他足智多谋。我要讲他武术很好他赵云、张辽孙策，这都有一个形象。你用吕布，我还是讲一下，吕布为什么叫3姓家奴？自己爸爸出身姓吕，跟了丁原姓丁，结果后来那个董卓给他一匹赤兔马，所以刚才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就这个嘛。我给他一匹赤兔马，就跑去董卓杀掉丁原了。跟了董卓之后，遇到貂蝉，然后就又跑掉了，又把董卓干掉。结果现在小草怎么帮黄国昌讲话？我讲给大家听，这真的，我真的这几天很关注这件事。小草们现在讲说，那《三国演义》罗贯中把吕布给污名化了。你就看《三国志》嘛，三国志》吕布有比较好吗？没有比较好吗？就这样嘛。所以我回来讲，黄国昌在干嘛？黄国昌现在他是尊韩，可是他真正的大战略是吃定国民党。我回来刚才讲议员，领导当然讲各自努力，其实就是竞争。我举新北11个非原住民选区加2个原住民选区，13个。黄国昌之前的承诺是每一区都要提请问每一区的结构，刚刚林涛讲各自努力，请问怎么各自努力？我这个选区国民党就是提5个，提4个，提几个，但是固定的。如果我今天假如提5个，民众党多1个，你是不是最后就可能掉1个，剩4个？议员就是这样，议员就是算数，议员就是比例。那黄国昌他现在全部提，这个是他已经讲要做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因为黄国昌很努力帮国民党在各个区这样子骁勇善战，帮忙各区。我问一个问题就好：假设议员没得瞧，立委补选要不要瞧？如果他们有民众党有能量或有兴趣的民众党的政治人物想要参与被罢掉的国民党的补选，假如有国民党准备好了，我不知道。第二个，关键是明年的县市首长。假如最后真的罢免掉，产生一种情形是，国民党不是国会最大党，可是民众党加国民党还是赢过民进党。黄国昌会大到无可复加，到时候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叫国民党让出新北市给他选，有没有可能？我觉得非常有可能。让出新北市，来有五个不用民调，直接让出新北市是中华民国选举里头，所有选举人口最多的一个地方。如果罢免掉几个国民党立委，可是国民党加民众党还是能够在立法院过半，那时候民众党比较大更多因为
现在民众党可以躲嘛，有一些议题他们不想碰的，就让给国民党投，给压民进党，国民党赢。可到时候是国民党每一张选票、每一次的议案都必须要靠民众党。就让给国民党投，给压民进党，国民党赢。可到时候是国民党每一张选票、每一次的议案都必须要靠民众党，那黄国昌就会大到。你等于说，如果随便假设了，因为现在是52对51，是，然后中间包括对，然后中间包括8席，然后有2席是国民党有军。如果万一国民党落到50以下，那民进党变成譬如说52、53类似这样。也就是说，那个表决，如果民众党不表决，那国民党那怎么举都会输你们。是，这时候民众党就一定要加入战局。对，这时候民众党变得比现在还要更伟大。是，所以连新北都有可能。对啊，要让出去。我很清楚，不然他干嘛这几天在那边送高丽菜？我还是做一些回应哈，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啊，其实韩院长，你知道他的个性的人，他看到你在受访。那你特别为了他转身再握一下，他说：“哎，你行起，就是说客气嘛，就是你先把你的事情做啊，等一下我们在韩圈都好。”其实韩院长不是只有这个场合会这样，他其实每一次大家特别要跟他打招呼，他说：“你先做好你的事情。”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其实哦，你去看2022年冠廷也知道。有一些台北的选区确实白营的议员是有当选的，可是有很多多席次的这个选区是国民党全部都还当选，但白营各自的票是没有汉格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回到我刚才讲，为什么议员席次它是多席次，各自把票挤到最极限，其实对于在野也是一个好事。第三，我必须讲，为什么在讲说现在每个场合要邀黄国昌主席，我们桃园也邀黄国昌主席啊，原因是因为他是形塑一个对抗赖40%的这个形象，把在野60%集合起来，这就不会只有国民党嘛，他一定要加入台湾民众党或是黄国昌主席，我们一起作战的感受。OK， 如果这样讲的话，来范老师，那刚才来宾所论述的这些，也就是说林涛最后讲，黄国昌阵营对现在国民党所有阵营来讲，那个意义非同凡响。最重要一个是它象征在野大团结，所以是6成去对抗赖清德的4成，是这样吗？因为现在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你不要跟他讲接下来的2026、2028，他要先把他的位置先过了7月26，国民党要先保住这些啊，眼下保这些，所以我刚刚讲，你不要讲说3%、2%，连1%、连0.5%，对叶元之来讲，搞不好连多1票算起来，他都觉得 OK 啊。现在就是这样，仗已经打成这样。如果再把刚才前面讲的，你们大家讲气势重要，各自阵营里面那个气势100，林涛刚刚讲，你们不能只拍前面，你要把时间要往后拍。但是总是对于一些蓝营的支持者看一看，也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的人没有完全出来的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这样一路下去的话，这时候最重要就是白营了。黄国昌那天在受访，看到韩国瑜来，好像整个人惊呆住了，然后赶快。就说哎，你们先访这个韩国瑜做给谁看？做给全台湾的民众看，因为他知道摄影机在拍他嘛。哎，你在受访忽然跳走了，我问你那个记者怎么办啊？怎么接啊？他不管，但是摄影机在那边，他就要让全台湾看到我在尊韩嘛。就是大家看到那一幕嘛，因为摄影机这么多嘛。然后他为什么要尊韩？他过去在立法院，从去年以来，谁是他老大？傅昆萁，傅昆萁现在赶快被罢掉了，找新的老大，就是韩国瑜嘛。他找新的靠山嘛。傅昆萁那个时候还不还摸这个这个黄国昌的头有没有？他干脆给他摸哎。所以黄国昌这个人怎么样？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他在立法院，他对谁咆哮？对民进党的女立委咆哮啊。他在立法院他的主场啊。所以他敢在那边这个他发挥得很好。赖清德不是请他要去总统府去国安报告，他怎么不去？第一个，他没有主场啊。第二个，他对什么外交、国防、两岸也不懂嘛，他也没有发挥的功能嘛。第三个，不能直播嘛。所以黄国昌永远就是他有他能够有掌握的、把握的，他才去做。那他看到这个韩国瑜那韩国瑜用这个人中吕布来
我认为啊，真的韩国瑜不愧是我这个政大东亚所的学长，学富五车，对，准备信手拈来，就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他讲的暗讽嘛，暗讽什么？你三姓家奴什么意思？你第一个参加什么政党？台湾这个时代力量，然后后来又参加了台湾民众党，有没有可能第3个政党就国民党？对。然后我们说这个吕布这个干掉前面2个老板，他也那个黄国昌也是不遑多让啊，王婉瑜。对，是他们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他说走就走。然后第2个柯文哲也是他第2个老板，现在被关到监狱，但跟他是没有关系，又不是他关，不是他关的，对，但是他也等于干掉2个老板了。应该是蔡英文啊，还有蔡英文那再来你看之前这个韩国瑜，他在这个5月23号，他那时候跟这个傅昆萁他们不是在卖香菇吗？韩国瑜说什么？说傅昆萁现在羞于见人。对不对？就暗指嘛，以前他以前就说这个小腹很大，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的讲话永远是绵里藏针，他都是有暗喻的。那刚刚讲到戴琪欣说啊，因为黄吕锦如的事情，大家不敢出来。那照理来讲，黄吕锦如如果真的因为被收押，国民党义愤填膺，上礼拜6那一场在台北市政府前面，应该是人满为患啊，没有啊，而且最近国民党不是都在打那个赖清德这什么团结十讲，觉得我们的士气大振。没有展现出来啊！而且台北市政府是在哪一区？信义区，信义区是谁的选区？是徐小新的选区，那徐小新应该也要动员人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起来国民党这段时间的比较激进的做法，包含像王宏威最近去告什么？去告那个人家那个挂看板的厂商，你去告那个干嘛呢？你要去告霸团，我没有意见啊。所以他已经大家都然后去告什么那个公车上面的广告，所以看起来就是双方现在真的是有点这个互相的对立，而且营销味越来越浓。所以我觉得，当然赖清德讲的这个什么这个团结10讲，前面4讲啊，国民党当然是不断的批评嘛，但是某种程度也造成了绿营的焦虑跟凝聚。所以我觉得他当然赖清德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大罢免，能够把基本盘给召唤出来，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是肉搏战了啦，大家都上刺刀了嘛，就巷战了嘛。你看国民党现在朱立伦也是讲话也是非常激动啊，结合黄国昌。那至于说这个赖清德本来礼拜6要讲的第5讲没有讲，我觉得邱毅很好笑，邱毅他说是因为 AIT 不让赖清德出来讲，他说因为里面就他说稿子讲的太夸大台美关系 ，AIT 不开心就不让赖清德讲，不是这个扯讲太远，就明明是因为防台的因素嘛，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演绎，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接下来，包含最近的这个台中的那个台风的大淹水，卢秀燕上礼拜6，因为我上礼拜6刚好在台中，的确那个雨真的是很大，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对于罢免产生影响？我觉得任何的小事情都会造成对这场罢免造成影响。我补一个，就是那个徐府去徐小新的场合嘛，然后人家就说，哎呀，我代表那个民众党，然后我们支持徐小新当国会的那个委员嘛，然后呢，人家就问他说，哎，那好像徐府你有意思要参选议员啊，然后就问徐小新说，那你觉得徐府怎么样啊？他就说，哦，太好了。那我就不知道他讲的这个太好，听在秦慧珠、秦姐耳中，听在曾委员耳中哦，然后听到这些他们蓝营的目前的议员耳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哦？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哦，这就也是解释到为什么那个场合台北的场合是大概只有1/3人，里头气呀水狼够性命啊！就是你们这些我们真的，如果这些议员你看这么空，为什么？如果议员真的有动员，那个早就坐满了，怎么可能台北市会连这个几千人都绕不出来？那显然这些议员没有动嘛，那为什么没有动？哎，你都已经去肯定别人的人，以后选议员好不好？都说非常好的人选了，那我不是拿我的石头砸我自己脚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自己现在内部大家其实有不同的盘算，这也是为什么人让那么稀疏的原因。后俊，你感觉得到起风了吗？是什么样的一些风？因为前2个礼拜，尤其在上个礼拜，哈，当然你看，因为上礼拜在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了那个台北市前副市长彭真生副市长他的夫人的一些事情，一路这样的一些的氛围。这些的氛围一路烧到现在，有人说蓝营的气势或反霸的气势有往上走，看一些民调的数字也确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但是某种程度要到7月26嘛。刚才范老师讲说，可是你看这几场，看起来如果真的不管因为黄旅的问题，或是因为有一些不管是不是彭真生他夫人的事情，让蓝营或是白营的人这么同仇敌忾的话，那应该场子也反映得出来呀。
我先讲哦，我觉得风向的确是变了，然后的确是往民进党不利的方向变。最近你看到的几个评估都告诉你说，民进党内自己评估是下修大罢免的目标。然后冠廷刚讲到说，那个国民最快的结果是国民党不是国会最大党，然后但是加上民众党过半，还是过半。这种话以前会出现吗？这大逆不道大罢免没成功你不要我说对黄国昌对啊，但这种言论在一个礼拜之前是不会在民党任何一个人嘴里出现的。哦，好，就是表示他们在下修他的目标，因为的确状况不好嘛。这边包括什么？包括团结时讲，包括刚刚讲彭正生，还有包括台中一家5口。好，你检察官人家公布你的名字，直接羁押禁见，人家一家5口那个相关死了5个人，最后每个都交保。那个对民众来讲，那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嘛？国民党压了一票人，对不对？人家也没杀人，也没作奸，好了，作奸犯科啦，对不对？好，那个伪造文书大逆不道啦。那问题是那边那个害死人的地面师15万元交保，这个是谁可以接受？那这个氛围，就是说像这种重大社会事件会分散民众对原本政治对立的关注。好，而且会增加民众对社会的不平。本来以为台中出事情应该是卢秀燕倒霉，就对不起，你检察官抢戏嘛。现在状况是大家对司法更加不信任。你告诉我为什么公布你检察官名字24个，结果人家羁押禁见，这边的没事？就这种重大社会事件对政治的影响是大的。那我必须要讲说，国民党上礼拜5当然就是说自讨没趣嘛，谁会在下午3点钟办那个活动，热得要死。下午3点，他那个很简单啦，那为什么要选那个时间呢？我觉得，而且你说配合县市的时候，因为朱一伦他们已经讲了，这一仗对国民党是生死存亡之战。如果生死存亡之战，我还要配合你们大家，不好意思，晚上6点你有行程，您有行程，不是啊？如果生死存亡之战，你们每个人都配合着出来，那个时候一起扛啦。不是啊，我觉得那搞笑了。那两个原因嘛，一个是天气热嘛，一个是你国民党内的氛围不够热嘛。一个是天气热嘛，一个是你国民党内的氛围不够热嘛，好，那你就不应该在这时候去办这种场子嘛。那国民党在氛围不够热，当然就是说，第一个本身你本身国民党内凝聚的力量是不够的，再一个就是说，你最近大家都在办场子嘛，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只看到这一场，实际上国民党是各个地方乒都有场子嘛，那你这时候这么早去办大场是一件怪的事情啊。是一件怪的事情，就是说你明明就是氛围没到，结果你去做那个尝试，然后又办在那样一个地方，那么大的一个场地，他今天如果场地小一点没事嘛，他办在一个那么大的场地，就表示你那个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对于这个氛围过于乐观了。这次的热战跟之前的热战不一样，就是我之前就讲过，谢国良的那一场，同意票只有22.5%。谢国良也只跟出27.68%，陈柏惟的那一场同意票是26.41%，不同意票是24.89%。我一直在讲说，这一次我看到是24区里面，我没有看到几区比这2区热的。我看到没有几区比这2区热的。如果说没有比这2区热，那结果可能会跟大家想象不一样。再一个，谢国良他一个现任市长，他只跟出27.68%。他有行政资源，他民政系统可以进到每一个里，他可以一个团体邀来。你现在国民党的哪一个立委的热战有办法像他做到这样？他才27.68%，你要几趴？所以他们的热战你不要用谢国良的模式去算，谢国良是一个陆战经营完完整整，然后去做空战。国民党现在没有一个立委做得到，所以他们会变成是什么？陆战有在做，然后用空战来去当陆战用啦。因为他没有可能经营到那个样子，所以他变成说他的状况会跟那个状况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会希望说，我找一些有声量的人来，让我的声音能够出去。那你说他可以跟到25，我不相信。我认为没有立委可以跟到25，但是我也刚讲过，那2场选举都没有到，民进党都没有跟出25，我也怀疑这一场民进党有几个区可以跟出25。我回应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大罢免是不是像。猴子哥讲的就是好像我们评估往下修了。
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本来这次大罢免从一开始就不容乐观。哪一个选区是民进党优势选区？其实本来就没有。所以其实因为都是人家的立委啊，对，立委当选人啊。所以我回来讲，所以这个所谓的大罢免从头到尾为什么不是民进党发动？我们就算从真实的战略层面在思考的话，如果是民进党发动了，陷入蓝绿对决，这本来就对我们是不利的局面嘛。那其实回到还是回到最核心，我们都讲到要长茧的，大家听到长茧，就是因为国民党这几个立委的表现不让人民满意，所以这些公民他们认为说这些立委应该被罢免，那我们全力的协助。后来局面变成这样，我跟你讲，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区这些立委，我们躺在那边就有可能被罢掉。你想要状况嘛？同意罢免的，过去的民调看起来很多都8、9成会投票，不同意罢免的本来只有2、3成，在之前各市的民调。国民党经过这一阵子这样子的吹下去跟告急活动，无论人多人少，它一定会往上升啊。所以我认为最后会非常接近哦。就第一个，我完全不去否认说不容乐观这件事情，因为对我个人而言，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刻是乐观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赖总统的团结思想，这我特别要回应。我刚才没有回，是因为我想说完整一点，让猴子哥把它讲完。团结思想，当然有一些蓝营的，或者是评论员，或者是白营的，或者是有一些人觉得说好像捡到枪。可是对我民进党内部，我们觉得这是对的，而且应该要继续办。主要有几个原因哦。你当然可以去挑一些文字上面的瑕疵，你当然可以去讲一些就是哪边可以讲得更精准，这个我们都尊重。总统府也都很虚心接受，也都讲哪些地方可以讲得更精准。可是如果你回头看前面的4件事情，如果各抓一个重点，其实我对于团结台湾人现在要面对的事情是重要的。第一讲。点出了一个台湾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的事实，这是事实。第二个，在第2讲，中华民国派反共的中华民国派加保台的台派，台湾超过8成，其实是台湾多数的共识。第3讲强调了到台湾之后的7次修宪，是台湾人把这个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第4讲强调国防预算的重要性。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讲政治立场，但我们讲破你们也不会相信一件事情，尤其是国民党的朋友，就是其实这一次这10讲跟大罢免真的是没关系，是因为面对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今年会启动新一波的统战，今年很多学者专家都已经讲了非常多，今年的3个80年，这我就不赘述，上礼拜我这里也讲了，所以总统他必须在这个时间点要出来跟大家讲清楚这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就等啦，反正我们就讲很清楚了嘛。这个6日就是因为台风嘛，那接下去的10讲时间会陆续公布嘛，就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冠廷，我插一句话啦，你做幕僚这么久，你有看过这么烂的稿子吗？好，4篇都进不到谁菜龟，这稿子你写得出来吗？我这样讲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评论好不好？我自己是觉得很好了。我先帮冠廷讲一句话啦，因为他刚才3国有称赞我一下，所以你要称赞我举例，我没说你是，我是说冠廷他很称职的发言人，必须要帮赖清德辩护嘛。你看第1场长毛象，第2场打掉杂质，第3场台湾没有在制宪有代表，第4场说1万块你们大家用的多久，要买菜买多少嘛？就这些对于台湾民众听起来会觉得，哦天哪，你是不是离民众太远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呢，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第5讲赶快来，敲碗敲破碗了，还是出不来？为什么？因为他担心他要脱贼。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刚来宾所讲这些，你不管从大氛围到每个地方，现在各自阵营应该也都在估这些。然后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大概旁边的人大概也会听到有一些讯息。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任俊，今天没讲报，刚才讲，其实7月4号的护台大绕境是从花莲开始嘛，从花莲开始，然后一路上大家比较重视的是第一个，傅昆萁最非常低调，是那当然就讲说他一定有他地方的实力嘛。你说经营这么多年，包括他的夫人还是县长，所以另外大家讲花莲的4派，我们讲4派好了，议长派张俊，然后包括魏家派，然后包括傅家，然后再来是民进党。现在大家本来算的是除了傅家以外，其他3派是真的联手了吗？这次整个包括假日或是大绕境所有这些活动里面，大家在看的有一段，张俊议长跟魏家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出来挺？这个如果从实质面上面来看，当然啦，因为张俊被人家讲说就是特别来宾嘛，重量级的特别嘉宾嘛，所以你可以看到网络上事实上针对这个所谓的罢免的这件事情，特别是您提到说护国大绕境哦，
你可以看得到是这些包含你刚刚提到魏家或者是张俊的这一些。都被认为他们在这里面帮助了霸团，甚至连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护国大绕境誓师场地哦，也都传出来讲说，这个本来是没办法借的，然后是魏家帮忙挺住了哦，所以后来有这个场地可以办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到他们这个标语的部分哦，事实上也都有出现要罢免傅昆萁的这个情形哦。但我认为实质面上来看，花莲对于民进党来讲啊，民进党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在花莲这一块，民进党什么时间可以攻城略地，然后可以拿到多少的地？我已经讲过，2016那一战萧美琴，民进党即使萧美琴赢，但是民进党在那边没有增长。后续几次的选举里面，包含往前算的这个总统大选里面，他的得票就是蓝2，绿1，差不多都是这个比例哦。所以如果在对到郑传媒之前针对花莲所做的民调，现在看起来啊，傅昆萁真正的压力不是来自于绿营啊。他真正的压力来自于，不管是魏家或者是张家，他们都被视之为传统泛蓝的一员。也就是即使在地方势力上面，不管再怎么互相，大家觉得我跟你可能不对盘，或者是怎样，相继退出国民党，可是他们到最后还是在最后的投票行为里面，会投下蓝营的候选人，特别是总统候选人哦。所以，如果今天魏家跟这个所谓的张俊哦，他们在这个方面都已经已经是公开表态，那我认为他其实面临到的就是花莲地方政治版图的重整，也就是如果今天有泛蓝的人，他抱持的一个心态是，我们泛蓝其实就是有这么大，但代表人为什么一定要是圈？为什么泛蓝的代表人不能是个三角形？你也可以正方形啊，没关系啊，就是反正 anyway， 就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人？所以当这个东西如果它发酵的时候，就会变成是 OK 啊，只要这个人他能够代表是我的泛蓝，那为什么不能罢掉他？我觉得对于傅家来讲，他真正的压力来自于是泛蓝内部，如果这样的一个声量上来，那他还能够保有这个位置多久？而且再来就是说，因为花莲县长，那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节目里面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居然有人放了一个消息说，傅昆萁他们这个地方很稳，所以傅家夫妻就多挺住一点，担任西建的草人。对，那这个也很怪嘛，因为这是傅昆萁的事，干徐榛慧什么事啊？原来能够理解，是因为徐榛慧他的县长位置也要交棒。那过去大家都提到是不是某某乡长会成为他的代理人什么之类的啊？那如果这个地方政治的生态要改变，现在这个魏家跟所谓的张俊的这种所谓的公开表态，他基本上就会成为傅昆萁的压力。不过刚才讲到，你看，刚才镜头前面光张俊，议长张俊带了媒体上面讲，形容有率100人，然后跟因为我看镜头上冠廷嘛，你刚刚讲你们在吉普车上，对，即便是那个时候，你看张俊率的所有的100人拿的是国旗，是 OK，他某种程度他还是要凸显他是泛蓝，是，那他心有中华民国，但是他不认同的是在花莲是傅昆萁这一席，没错，或者很明显的表达是这个概念吧？对，好，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去，不止在花莲这个地方，可是每一个，因为这次罢转好，一直到现在是31-0，只不过其中有几席是要在83投票，是第一次726投票是24席，当你看到。不管是24席、31席，那个联署第2阶段联署，每一个都出现到130、140到160到170，罢团的时候气势如虹，中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不管叫冷却期也好，或者中间出了一些事，刚后知讲的那些事情的发生，对于7月26号投票影响有多大？而且后知每一次在节目里面算给大家听，对，国内近年罢免最轰动的2个嘛，一个 Thank you 嘛，一个谢国良刚罢完投票的嘛。对，怎么样的罢，怎么样的热，那是全国所有目光焦点摆在一个地方，投票率就是5成到5成1。是。所以刚才或者讲，他不知道这是24区哪一些，有人的理论是说24区一起投，那个整个大罢免的气势，跟选举一样了，那就会把整个投票率拉上去。你同意吗？这对民进党来讲，对罢团来讲，这是另外一层的隐忧吗？第一个，我觉得确实，你如果是24区的一个情况之下，会让它稍微高一点点。可是高一点点也没有办法高到，比如说真的是55%，或者是说，如果你只多出个1%、2%，我觉得那个，其实现在关键点就是民进党能不能催出25%的票啦。
其实我觉得一定要过25吧，不过25什么都不用讲了。我觉得这个是决胜关键点啦，因为我也认同厚之哥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蓝营的部分，你要推出25%来保护自己。可能性不是那么高，就是那个谢国良有这样行政权的情况之下才有办法。所以呢，为什么大家把所有的焦点放在花莲？因为徐榛蔚有行政权，所以真的有可能可以超过这吹出来的25%来保护自己的，大概就是花莲。所以为什么花莲会成为大家看的这么就是各方好像所有人，包括你刚刚讲的三方势力嘛，但其实除了这三方势力之外，其实魏家我一直看他，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你看魏家没那个魏家贤是不是？他没有站出来说。就是说那一天那一个叶爸老师他们爸团办的那个场合是有本来要差点被取消，后来是因为他有去斡旋，然后最后才成功办那个场地。对，所以他好像有按住。第二天，这个张俊他们有在绕街的一个绕境的一个情况之下，张俊有出来有带人嘛？说是有绕到那个魏家他们家附近的那个服务处的时候，有人拿出国旗，然后讲到就意思就是说要手中有国旗还是心中有国旗罢免傅崐萁。有人在那个服务处讲这个话哦，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魏家贤还是没出来，我觉得你有出来跟没出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然后再来，你知道那个魏家他们最主要的票跟势力其实就在花莲市嘛。他上次自己好像拿了38000多票，201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好像拿了38000多票。那当然他们就说他们那一区的选举人大概有79000多票。所以，如果魏家贤他自己站出来喊说，我罢免，我这个支持罢免傅崐萁，他所能吹出来的票源，绝对是跟他按住啦什么这个部分是不能相比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魏家贤在726之前没有站出来，我觉得傅崐萁还是没有那么就是。你觉得可能还是很难罢掉这一席？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对，罢不太掉。因为媒体上的报道是说，包括民党，因为民党里面派系里面新潮流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对，媒体讲说新潮流派高层，等一下冠廷也可以证实一下，说什么他们自己的派系高层在他们的年会里头也评估说，不像大家一开始听到130、140、150、100那个连署170，然后31-0，然后所有这些，他们也不觉得有这么乐观。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一件事情是罢免在过往的一个投票率里面没有真的那么高过，大概就是50几，所以在这50几在51的情况之下，你民进党自己本身就要催出至少要过25%。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先天上对于你推动罢免那一方就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存在。那第二个，我老实讲了，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氛围，包括不管是美国的关税，或者是这一次的1家5口的这个命案的事情，我觉得它会形成一个负面，就是大家在外在环境上对于民进党、对于执政党没有那么有利的一个情况。他们也不觉得有这么乐观，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一件事情是罢免在过往的一个投票率里面没有真的那么高过，大概就是50几，所以在这50几在51的情况之下，你民进党自己本身就要催出至少要过25%。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先天上对于你推动罢免那一方就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存在。那第二个，我老实讲了，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氛围，包括不管是美国的关税，或者是这一次的1家5口的这个命案的事情，我觉得它会形成一个负面，就是大家在外在环境上对于民进党、对于执政党没有那么有利的一个情况。那在刚刚就厚之哥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就是赖清德的这个10奖，我倒觉得10奖就算公告不是像大家好像觉得有绝对加分效果，但是你说他扣分，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就谁会为了这个那个赖清德讲的不好，所以站出来去投下就是反罢免，这不是也有点奇怪？我是觉得也不至于。但确实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我认为主要的外在环境还是在先天的这个制度上，你民进党要催出过25%的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的外在的环境没有那么乐观。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有趣，
美丽岛电子报的6月底的国政的调查里面，台北市变得蛮绿的。这个是我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会认为最蓝的地方大概就台北。对，结果这一次台北市里面，你知道，除了就是说他的好感度，对民进党的好感度是来到48.6%，远大于对于国民党好感度的23.8%，跟民众党的23.3%。他们两个加起来都还没有到对民进党那么好感。第二个，我看了比较压抑的是，所谓的如果你认为罢免之后，你支不支持国会民进党过半？全部的县市里面，大概就是台北市最高。台北市认为民进党过半，那个利大于弊的是大概有这个48多，40%还是48多，所以你就会发，我会比较压抑的是，台北市的这个数字呈现出来的感觉上，好像又让人家觉得民进党催出25%的支持罢免的，好像又没有那么困难。你要不要认识你们内部？新系真的有那个会吗？我讲说那个，我一来不是新潮流，二来不是高层，我只能说你们一定会听过啊。我有看过这个新闻啊，但我老实讲，我们内部的氛围比较不是去算什么会过几席，因为对我们来讲，每一席我们都还是要拼的。我们内部真的是就是说，看到所有的就是各个区域的这些公民那么努力，那我们所有的党公职不会说哪一区要放掉，哪一区要拼，这个是不会的。那你说能够过几席，我们是真的内部就讲不要拆，就是全力冲刺，真的全力冲，这第一点。第二个是说，刚刚讲那个冲25%，我赞成慧珍姐讲的，就是说，如果假设有一些区域是最后连同意罢免的25%都没有过，那是真的是努力不够。我们自己也努力不够，就是说，人没有这么多出来，公民没有那么多出来，民进党支持的没有这么出来，想要罢他的没有那么多，所以当然第一关一定要先25%过。然后对方要过了之后还要比25%多，这当然是他的策略嘛。所以两边有点，现在走到今天剩2周多，我觉得有一点是2个轴线各自在走。就是国民党的立委现在没有在理要罢免他的人的啦。你看那个现在他们讲话的那个气氛跟状况，也没有要争取中间，就是说，那个讨厌民进党的那个支持我的就给我出来，大概氛围是这样。第三个我要谈一下花莲这一场，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很特别？就是2场活动都是拿中华民国国旗，可是诉求完全相反。这在过去几十年的台湾中华民国的政治上面是没有看过的。前几天傅昆萁不是办了一场在礼拜2，在白天，然后在那个一样是体育馆，里面全部都拿中华民国国旗嘛。但张俊这一场我们的车嫂走到了张俊议长的服务处门口的时候，有媒体说100多人，说200多了，我保守算100人啊，全部都是拿中华民国国旗。那我真的我觉得这一次大罢免给我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学习其实也是很惊艳的，就是说我没有想到反共这件事情现在变成是真的重点。就是以前大家觉得老生常谈嘛，就讲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手上都拿中华民国国旗，那请问两边差别在哪边？其实他们两边最大的歧义就是中华民国派不代表你拿国旗就中华民国派，而是中华民国派从过去几十年来。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蒋介石到台湾，这几十年来在台湾的时候教育我们的就是要反共。那我觉得张俊那天受访是他自己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张俊受访的时候就讲说，那中华民国派就是要反共。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变成这次始料未及的一个重点。OK， 人家不是什么？我觉得要看地区啦，因为不代表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件事情它在很多地方都会发酵，因为这个必须要看，因为傅昆萁你看他过往是被民进党很批评，你到中国去或是怎样。可是，在地方上面，傅昆萁告诉地方的是，我今天去中国，我是帮大家把花莲的东西卖出去啊。所以我回来看就说因为刚刚冠廷提到说25%这件事，我必须讲如果今天要罢免的区域有未达25%，那个地方就是民进党的大挫败。因为你们已经动员了，包含议员谁都下去做，包含你们有什么一个人要办10场或什么的，结果你今天当地的自己的支持者出不来。那民进党在那一区就是大败，那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你现在是政党在动员。第二个是刚刚提到花莲嘛，我觉得张俊跟魏家贤他的态度不太一样，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第一个，张俊现在是议长，他的权力的来源来自于是他选上议员之后，是各个议员去挺他，那个有太多可以他努力的空间。但魏家贤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没有那么努力的站到第一线上面去？因为很简单，他要选县长。
就刚刚提到花莲整体的盘，它的泛蓝在这个盘到这么大，如果今天他摆明着说，不好意思，我就跟你傅昆萁杠到底。他接下来要选县长的那一段里面，会不会引起父系这一边？就即使你今天的泛蓝是3分天下好了，你觉得他会希望在这个阶段明着去跟人家讲说我不要或者什么？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为什么新闻会有是说他是不是暗助或者是什么？但从来魏家不在这件事情上面公开去讲。但是他有一个状况啊，就民进党为什么对魏家贤寄予厚望？因为以前魏家的家族也跟民进党合作过，所以导致他们会觉得就是说，你魏家什么的。但我觉得啦，因为魏家贤之前，因为他的堂弟嘛，曾经公开就发文讲说我要回来挺什么要选县长的堂哥，所以对于魏家贤来讲，我觉得傅昆萁如果他真的要努力。因为过去已经努力过一段时间了，张俊这个地方看起来是努力失败了，那他有没有办法想办法去 hold 这个魏家贤？最少在那一天这个最大场，因为大家真的只看到选前花莲还会有什么大场，几乎没有，就是这个大绕境啊，搞不好他们还要再办了，不一定啊。但现在看起来，最少在那个部分，魏家贤没有公开出来去讲的一句话，对傅昆萁来讲，他就一定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嘛。后者要补什么？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大家讲到花莲哦，就是张俊跟魏家贤跟民党在这个利益上面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一场的罢免在花莲这部分可能撼动了就是傅家的版图，没有撼动国民党的版图。好，对于张俊跟魏家贤来讲，大罢免大成功对他来讲是不是最好的结果？罢免成功之后要提名呢？如果你今天张俊和魏家贤聊了呀，国民党能提你吗？不能嘛，对不对？那最好的状况是说，傅昆萁大伤，下一次大家有得拼，有得玩，那个时候我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所以他一定要留这个余地嘛。好，那就算大罢免大成功，我也必须要到国民党可以提名我的程度嘛，所以我不可能跳出来。你说底下人稍微有点动可以，我不能被国民党抓到说，你看就是你权力在动，罢免傅昆萁，那我怎么提名你？所以就说对这场大罢免成不成功都有意义。对于因为花莲的那个版图，可能傅家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说你指望说这些人直接反水跳出来说支持拿着旗子罢免傅昆萁，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下次都要选，他们都还是在蓝军的范畴，他不可能指望他们不会去挂绿旗说，我可以靠民党当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他的状况会是这个样子。慧珍，你就是不要让范老师讲话，对不对？来，你讲。没有，因为我认为那个魏家贤事实上在第一时间傅爸老师的事情时，他已经有表态了。所以我认为是他们对于这个县长的选举上，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不是那个补选的人要去在做这个罢免上要做一些领头羊？我觉得魏家可能是跟民进党针对于这个未来的安排这件事情上还没有取得一个共识。如果有取得共识，我觉得魏家贤跳出来应该不是。范老师，我不单讲花莲而已，我们这样讲好了。这次刚才冠廷有讲反共这2个字，在这次整个大罢免的过程当中，有任何赋予新的一些意义，或是在政治版图上面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的分野了吗？因为本来大家都会觉得反共理论上，国民党从以前从国共战争开始一路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只不过到了进来，因为两岸交流关系，那国民党现在两岸牌对国民党来讲已经不是红利了。那在这一次大罢免以后，反共这2个字有被赋予任何其他的一些的解读吗？或政治版图上面的一些任何的一些的归属吗？但除了这个以外，刚才大家来宾特别提到，能不能本来一直都觉得31-0气势如虹，那每一区25%闭眼睛都该过，没有啊，刚如果照来宾这样算，不是哦，他真的不是这个样哦。那如果好，您教政治学。这一次整个罢免是这个样的大罢免往下走，万一，最后的结果不是所谓的国会结构整个改变，你觉得对国内整个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要是国会结构因此改变，而且是改变的是民进党能够单独过半，那你觉得又会有什么样一些不同？我先建议那个希望啦，制作单位我们个位置换一下，就是被他挡住啊。哪里？他是故意不要一直发言都被阻挡啊，这样不太公平。没有，我的光芒会把你遮住，不然就隔周换一次，好不好？因为我身处于属于劣势啊。好，那个拉回来，跟5哥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这次能够
罢掉国民党的立委，然后民进党改选能够顺利，单独过半，单独过半的话，那当然这个对赖清德来讲，他等于是打了一场胜仗嘛。如果要是国会结构因此改变，而且是改变的是民进党能够单独过半，那你觉得又会有什么样一些不同？我先建议那个希望啦，制作单位我们个位置各换一下，一直被他挡住啊。他是故意不要一直发言都被阻挡啊，这样不太公平。没有，我的光芒会把你遮住，不然就隔周换一次，好不好？因为我身处于劣势啊。好，那个拉回来，跟5哥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这次能够罢掉国民党的立委，然后民进党改选能够顺利，单独过半的话，那当然这个对赖清德来讲，他等于是打了一场胜仗嘛。他的从去年就任到现在为止，他等于说这场可以反败为胜。因为其实去年这个民进党选的不好，原因很多。当然你说在司法的问题上，很多案件没有侦办等等，民众有民怨。你说在立委席次上，对，当然我觉得赖清德当然是觉得不开心嘛，那当然他希望能够拨乱反正嘛，所以你看到他从这个上任以来很多弊案不断不管是自己党内的或者是别的政党的，他都在做嘛，所以要扭转大家对于说，好像过去小英那8年在司法上问题比较消极一点，他想要做个改变，那如果他真的赢了，那当然就是他的一场胜利。那当然，如果后来根本没改变，还是一样是国民党加民众党过半，那国民党更是恰牙牙了嘛。反正我经过这场的这个试炼之后，我依然获得民众支持嘛，共委系也看短波也嘛，现在就变成这样嘛。所以我觉得的确对，我觉得像对民进党来讲，当然他们现在真的是积极加入。我从这2个礼拜我在台中，我看到是这样的，就是说赖清德在最后时刻说民进党要介入，其实因为罢团他们都是素人呐。你说光是办一个活动，你要找场地，要弄灯光，要舞台，连主持人那个 tempo 那个谁来讲？我跟你讲，那个罢团真的没有这个能力，那个很专业的东西啊，光一个人讲几分钟，或者哪里是高潮，哪边是低潮，招什么来宾，那罢团怎么会知道？所以现在看起来，我看就是说，民进党现在是负责这些活动，那但是呢，邀请罢团人来讲，但是这种东西是很专业的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介入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那所以因此说，对傅昆萁来讲，我真的真正关键点不是在花莲市或花莲县，是在外县市。就你说回去投票，对，你要看的是725那天台铁的订票状态。我觉得那是关键。所以为什么夜霸他前2天是到台北立法院来做宣讲，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把住在台北的花莲人，特别是年轻人，抠回去投票。范老师，你的意思是，如果单纯决战花莲的话，对于罢团来讲不会乐观。对，所以需要有所有的，包括年轻人这些愿意返乡投票的，对，才有可能板这一局。对，因为花莲它的就业机会很少嘛，所以年轻人，你看早年花莲连个像大学都没有啊。但是后来因为有东华大学，但是大部分的花莲人在那里念大学，还是在西部嘛，还是在台北嘛。那他们念完大学，可能都在当地就业了嘛。对他们对花莲有没有感情？有啊。我最近看到很多都是在台北工作的退休的老师，他们现在心系花莲，因为他们觉得花莲跟过去他们认识的不一样。那这些人如果在725那天回到花莲来投票，而且这些在投票那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些人是不受到傅昆萁他的相关的组织动员所影响，所以我认为花莲这一次。主要还不是看花莲内部，是看其他县市回来啊。那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刚刚赖清德讲那个实讲啊，有没有引发大家的关注？有嘛？我们以前讲说 ，no news 也是 good news，虽然没有消息，但这个其实已经被打破了。所以赖清德讲话，国民党当然批评嘛。那你们挑出来之后，大家讨论，赖清德当然有，我们看到网络上的温度是往上走哦。那你说今天谁记得朱立伦讲什么话？那朱立伦讲的话就当然没印象嘛。那你说赖小英以前就是照本宣科嘛，所以我觉得赖就是要怎么样掌握话语权，然后主导，然后让绿的人归队。那你看以前韩国瑜讲什么爱情摩天轮啊，你说那是不是离经叛断？你说他什么爱情产业链，他是当选高雄市长啊。你说柯文哲讲话是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还不是当选台北市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
包含像黄国昌的效应，我觉得话语权还是很重要。那我觉得赖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他的话语权拿回来。OK。不过那个你刚刚还没举上反共这2个字呢。哦。反共给你一个机会讲，然后你就这样子跳过去。谢谢小五哥对，不死难忘。不是我的问题。但我觉得反共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让大家会让谁讶异，其实是老共。就这个名词什么时候会跑出来？这应该是两蒋时代，甚至连蒋经国到后来都不太想反共了，讲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是什么时候怎么会从这个两蒋到现在为止？已经大概是40-50年不谈反共了，又谈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应该忧虑，而且它让这个罢免潮不断的在衍生出来。所以我常讲啊，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峡论坛不是刚开完吗？不应该找马英九去，应该找这个罢团的这个阿美他们去嘛。对，他们才真正知道台湾民众为什么会想要反共啊！不要去了回不来，对，去新疆。对，如果中国真的敢邀阿美，你要不要不讲了？我直接让你讲。你讲的不是害人吗？你白白浪费了这次机会。如果中国真的敢邀这些罢团去，我还害怕。而他们绝对想要知道台湾的民意嘛。他找了马英九去，不是抱团取暖嘛？但是表示啊，这才让我觉得，中国他在对台工作上。不可能有新意的进一步，也对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欢迎中国找范老师去啦，他也蛮能代表。我直接机票订新疆，在教育营。但林涛，对你们来说，接下来你说到26号以前，如果要是罢团，因为反共这2个字现在是罢团拿来一直变成一个主轴，你们怎样去面对这一块？另外，刚讲到大家讲投票率，那对于罢团或是绿营来讲，一定要过25嘛，那是基本数字了嘛。那你们一定就是要比他们多1票嘛，肯定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们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催热情的方式？对我讲这个部分应该会比范老师还精准一点啊。本来台湾就是大家都是反共嘛，没有什么谁贴标签。那讲说民进党过去我们讲郭玉琴跟这个沈伯洋他们家族，那也是这个中国台湾在这边做生意嘛，所以我觉得反共的基础大家是很一致的。第二个呢，我必须要为冠廷再讲一次话，为什么？因为他刚才讲说他不是新系，他确实不是新系。可是他所属的正国会确实是民进党秘书长主要的派系，所以他当然是高层，他当然知道数据。那他今天讲这么保守的原因，是因为数据在变化，数据的变化是不同意罢免的数据真的是往上拉升，是很明显的方向跟趋势。可是重点来了，到底能不能过25%？我说真的，以现在大家下去走的蓝绿各自很热。其实中间是冷的，大家对于726投票这件事情冷的，会不会到最后其实很多区域是连25%都过不了的？是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个关键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符合郑国辉在讲的嘛。郑国辉林右昌在讲说，干嘛搞大罢免呢？以基隆的经验是没有这样讲，有了，以基隆的经验是22.5，以基隆经验是22.5嘛，22.5到最后罢团吹出来是22.5，可是回到。过去来讲的一件事情是，到底民进党是谁说了算？现在看起来有大家在传潮派，真的在传潮派耶，真的在传潮派，曹新成嘛，就是如果青鸟这样飞来飞去啊，东南西北飞到最后尾大不掉，叫你啊喝啊大罢免大失败，你们可以退场了，那到最后他又不退场。到最后，民进党派系会不会有所忌惮？当然有所忌惮。所以有一件事情是今天真的是可以观察的：当曹新成说赖总统的10讲离题了，他就取消了。不是，我觉得国民党拍姐，我善意提醒，我觉得你们都要画错重点，然后你们都把心力放在完全不重要的地方。你真的觉得，你刚才讲这一段啊，讲说，哦哟，小心那个曹新成成立一个潮派，那我这样，然后就变成真金派，对，然后那个，然后就有任何一个民进党或曹新成的支持者，然后就不去投票嘛，一票你都不会影响嘛，那这个是无聊的事情。然后呢，刚才讲的怎么正国会，然后另外不是那都不是重点，现在重点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回来要回一个核心的问题啦，就今天是这一些立委们被检视他是不是任。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国民党已经多久没有在讲这些立委好棒了？他完全都在扭。你什么时候刚才在节目这么高水准的节目讲曹新成有个潮派？拍谁？我真的没听过这样说法。新闻有写，可我真的没听过。我在党内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所以现在关键，国民党如果要走正途，什么叫正途？他每一个立委实际做了什么好事？那个立委没有被罢，你去好好的讲嘛。有吗？没有，你们这重心全部不要放在这上面，然后就全部都在关心赖总统10讲啦，
然后关心曹兴诚成立派系啊，然后关心新潮流啊、正国会啊，这画错重点了。你们要回应人民，人民今天是因为对于你们这些立委觉得做得很烂，你们要证明这些立委会做好，这才是重点。任俊，今天还有一个日子，今天7月7号是，已经大概忘记了，已经很少有人提吧。徐小新最近把7·7事变这件事情再拿出来提，是有人说是要吹基本盘，那当然，可是吹基本盘以外，对于蓝营来讲的话，基本盘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才吹得出来吗？这个是徐小新他的在社群媒体上的发言啊，又提到这个7·7抗战啊，然后强调就是说这是中华民国的高光时刻啊，但是执政的民进党啊静悄悄啊，怕大家忘记什么的啊，所以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只谈823古宁头，不提抗战、台湾光复节啊什么的啊，消费国军啊。我讲就是徐小新，其实老实讲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国防的这个议题上面啊，一直在那里浮浮沉沉啊，比如说这个国防预算的部分哦，事实上是他被批评的很重。徐小新其实老实讲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国防的这个议题上面哦，一直在那里浮浮沉沉啊，比如说这个国防预算的部分哦，事实上是他被批评的很重哦，包含到说潜舰的这一块，即使有陈玉珍帮忙在那边讲说也要浮起来，之前一定要先沉下去或什么，但是那个的既定印象太深。后来徐小新努力的想要去扳回一段，就是帮军人加薪3万块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大概提一下，国民党原先在内部的时候曾经评估过，就是说今天一直在狂打说哦，我今天这个国民党帮徐巧芯啊什么帮这个所谓的军人加薪3万，会不会得罪了警消？因为大家都会政府在奉献嘛啊。后来他们发现到在整个回应上面，他们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跟困难。所以徐小新上一次针对这个7·7事变哦，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最少就社群媒体上面是2023年，就2年前了啊。他也有提到这个，不能讲说他都没提哦，但就是很简单的提，不像这一次这个还有图文并茂嘛，还做照片哦。但我认为徐小新在这一段时间开始往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军或怎么走哦，我觉得他在处理的是他自己的问题。您刚特别提到深蓝的这个部分哦，什么叫做深蓝？就深蓝，我只能讲，就是说年轻一辈，我不敢讲说没有深蓝，但我相信它的比例是少。对于国民党的深蓝，基本上都是比较有一些年纪的这一些人，而徐小新在过去的立法院的表现，事实上是让他有流失深蓝的票。也就是他的那个，比如说比中指哦，或者是他讲话的态度，或者是怎样。我听到有一些这个国民党的比较认为自己是深蓝的朋友，认为徐小新的样子不是他们认为的国民党该有的样子，所以他不见得一定会去支持徐小新啊。也就是就像花莲那个嘛，我是泛蓝，但我一定为什么要挺你呢？才会有那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有传言说啊，大家可以换啊或干嘛的 ？OK， 特别是以前传统，比如说支持费鸿泰的那一些，他其实对于传统的国民党的印象是有他一定的 image。那一块对徐小新的伤是他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补，所以他从这个阶段回来，再告诉大家讲说，你看他其实没有提反共啊，7·7抗战的这件事情，老实讲跟共产党，但当然对我们来讲是老共这个把那个搬过去变他家的嘛但今天回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徐小新要拆的这个大烂是这件，但您刚刚特别提到反共这件事情又变成现在主轴，我认为其实他另外透露出一个讯息。反共，但是不反中啊，也就是我反共，但我不反中啊，也就民进党其实现在你会看到，他其实主轴也在讲反共，为什么？我反对的是你共产党的这一块 ，OK， 他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不对，你连中国全部都反，所以他的名词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要不然你看，像所有的发言，其实都是以中国为主，谁会提到说什么共产党怎样？不会啊，大家在政治上的发言全部都是讲中国，但为什么在 slogan 上面会把反共这件事情拉上来？我认为对绿营来讲，包含不管是这个公民团体或者是什么，他们其实清楚的知道这个分界，也就是我如果今天把中国会变成无限上纲，
会变成是我只要提到中国跟中国人民或跟中国事务有关，我全部都反。OK， 政治，就这样啊。OK， 可是这一次在整个大罢免的过程，慧珍是关税这2个字会扮演什么角色？他应该是今天我也不懂了，为什么关税到最后是来大家各自回去哈，会寄信给你们，会寄通知给你们大家，你们大家就知道我们的代表理论上谈的时候，我相信大概应该心里都有谱是怎么样，然后说大概有100国左右，那个关税大概会落在哪里？好，你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关税如果公布数字多少，对这次罢免会有什么影响？我可以先给一个资讯，因为大家都有点误解哦。因为川普他们的讲法是讲7月9号前要定嘛，对。那现在的状况是他们川普对外也明确的表达7月7号中午会发信给世界各国。对。那我只能跟大家报告，就到现在此时刻为止，因为美国时间的7月7号中午前还没有到，世界各国都还包含台湾都还在跟川普政府在最后磋商，此时此刻都还在磋商中。以上报告。OK， 那就代表着一定不会是10%嘛。如果是10%的话，就有什么好磋商的？我就谢谢，一定是大于10%才会继续磋商中嘛。我揣测是这样了哈。我们跑财经的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啦。我不知道。好，对。那会有什么影响？我跟你讲这个影响是真的蛮大。我们先讲已经有谈好的，一个是英国就10%嘛，但是英国的10%里面其实关于这个航空的部分，事实上还是有其他的条件。所以就说英国大部分是关税东西卖到美国是课征10%，可是它有一些产业别是额外的。越南现在是讲是20%嘛，20%、0%嘛。对，20%。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它进越南进美国20%，美国进越南是0%。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有洗产地的问题被发现的话，那个好像是40%还是40几%，我有点忘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越南是美国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取代中国进口的非常重要来源地，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你本来是40几%的，我现在只是给你降20%，那你要不要？好，你要的话，那就谢职，所以就走了，就谈完了。日本其实过去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日本已经跟美国谈了第7次的样子，日本已经让步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日本去跟美国谈到，就是说，好，因为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买我们 Volvo 的车啊，日本的车子行销全世界，他怎么可能日本人会去买你 Volvo 的车？关于这个航空的部分，事实上还是有其他的条件。所以就说英国大部分是关税东西卖到美国是课征10%，可是它有一些产业别是额外的。越南现在是讲是20%嘛，20%、0%嘛。对，20%。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它进越南进美国20%，美国进越南是0%。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有洗产地的问题被发现的话，那个好像是40%还是40几%，我有点忘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越南是美国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取代中国进口的非常重要来源地，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你本来是40几%的，我现在只是给你降20%，那你要不要？好，你要的话，那就谢职，所以就走了，就谈完了。日本其实过去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日本已经跟美国谈了第7次的样子，日本已经让步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日本去跟美国谈到，就是说，好，因为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买我们 Volvo 的车啊，日本的车子行销全世界，他怎么可能日本人会去买你 Volvo 的车？那呢，日本已经那个Nissan还是应该是Nissan，就直接讲说站好了，我Nissan全日本4000多个据点，那你现在 Volvo 在日本只有100多个据点嘛，就那个销售据点，他说我4000多个Nissan的销售据点，我都有一个展间让你卖 Volvo。这个已经是你已经多了4000个据点。对，我让你卖你的车，让到这个地步，结果还是不行，还是没谈成。你知道我没谈成，为什么？因为日本就说你不可以对我的日本车课征这么大的关税。日本的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如果你这样课征下去的话，它就会倒很惨。
所以这是日本的一个底线，然后日本就踩住这个，双方在目前为止这个点还没谈成。台湾的话，其实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美国现在有签了一个大而美的那一个法案，大而美的法案里面，其实针对台积电有一个算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就是说，如果是在2026年年中吧，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说你把那个承诺的1600多亿美金还是2000亿美金，你都已经有都开始动了，那你的免税额就可以从35%减少变成是20%还是25%，所以这个部分对台积电来讲就是好，那我这个就 OK。可是我认为不太可能会达到10%的原因是，连越南都已经让步到这个地步了，还是要20%。那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个麻烦点是在于。我们的如果你从台湾出口到美国去，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人事成本一定是比越南还贵嘛。那再来，我们的台币升值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点麻烦，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台币已经升值了10%还是13%，光是从那个第二季这以来，每升值1%的话，台积电的毛利是要少掉0.4%，所以呢，光是升值这件事情，让台积电的毛利已经从原本的59%降到变成是55%。如果台积电都会面临到这个升值台币升值的这个压力，而产生的这个汇兑的相关的损失的话，那更何况其他产业。OK， 然后这1分钟，所以像这些事情，你觉得对于在26号投票这整个投票来讲，你觉得影响都会很大？我觉得。关税一定会影响到大的，就是说你到时候如果谈的真的不好的话，但是我昨天我想插个话，你刚刚讲到7·1事变，我讲两个已经过世老人家，当年郝柏村常去大陆，但是他从来不接受招待，他那时候老公要接触他就讲一句话，我们先讲看看谁打了再说，好，然后许立农许老爹，他那时候有一次去庐山纪念馆，看到纪念馆门口，他转头就走，因为他们写说那个抗战是老共打的。那我觉得辜立雄讲这些话，民进党要去做这个论述，当然国民党现在没有人去做这个论述了，没有像他们这么硬气。但民进党要去做这个论述，他也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去面对49年那一段？他们俩讲这个话，因为他们两个黄埔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赖清德的论述就直接从那个地方就直接跳到古宁头了嘛。中间那一段到底你辜立雄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去争夺这个主导权？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两党共勉啊，你们大家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啦。你如果没有那一段，你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争这主导权的啦。OK， 来林涛，最后30秒，整个大罢免还剩下19天，来有什么呼吁？我觉得现在当然要看这个关税了，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帮国人讲一句话：真的大罢免会比关税还重要吗？会比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重要？会比这个汇率影响台湾的出口重要吗？好像民生经济应该才是大家关心的。OK， 来关婷，30秒。对，其实现在我们的政府就是在跟川普政府进行最后的磋商嘛。那无论结果好或不好，其实都要因应，因为好的话，如何让台湾经济可以更好啊？如果假设不如预期的话，那就是要面对嘛。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该做的事啊，我也对整个政府有信心了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大罢免是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立委是不是适任的立委？如果这些立委是适任的立委，那无论国际的局势怎么样，我们会有一个健全的国会，但目前就是不健全的国会，我觉得这是这些大罢免的核心问题。OK， 接下来那19天以后，到底投票的时候，民众会做什么样一些选择？那就端看这19天里面各自阵营里面，或是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样一些的事情。那到时候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